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張嘉玲議員、陳時軒議員、張進博士，他也是中華戰略學會的資深研究員，費鴻泰委員、柯志恩委員、張世剛議員。普丁要去看習近平，這第25次啊，25次了啊。那他稱習近平叫親愛的朋友。你看他們在親，那普丁呢？那個川普呢，就叫習近平偉大的什麼領袖，親愛的你，反正都是講哄死人不償命嘛，講話都是很親熱的哈。然後呢，說中俄關係升溫了，為什麼呢？對着全球局勢，所以中俄要團結在一起啊。那另外呢，這個普丁說中國跟俄國在統一問題上相互支持啊。那另外呢，大陸的官媒說老朋友笑着來了，講普丁，而且帶了半個內閣到中國。就是因為他除了普丁，除了跟習近平見面，還要跟李強在會談，就談實際的各種雙邊的各種問題哦。然後呢，要簽40個協議，所以他這個半個內閣都到俄羅斯去了啊。那另外呢，德國學者說，為什麼這個時候普丁緊接川普訪問大陸，想要確認他的利益沒有受損，就習近平有沒有答應這個川普什麼東西啊？那会不會影響到俄羅斯啊？等等啊？這德國的媒體這樣爆料了，猜測了啊。那另外呢，路透社說，解放軍在大陸訓練200個俄羅斯軍人。奇怪呢，我本來以為說俄羅斯軍人也蠻強的，他們跑到大陸是在北京、南京好幾個秘密訓練的這個秘密的基地訓練200個人，訓練什麼？無人機、電子戰、反無人機作戰這些關鍵的技術啊。那普丁帶了半個內閣去大陸，居然還在展開核武演習，出動65000個軍人兵力65000為了一個核演習哈。那另外呢，日本、韓國在峰會，他們討論2件事，一個叫日韓美那這是日韓美。那這個李在明希望呢，除了日韓美，日韓中，因為他們跟中國關係很密切啊，希望討論2個日韓美。日韓中，結果高市早苗只願意談日韓美，不願意談日韓中，所以顯然高市早苗對中國心裡面還是有各種的這個情結哈。我們看一下，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廣場，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檢閱3軍儀隊。大陸官媒用“老朋友笑着來了”形容普京第25次訪中。普京這一次陣仗浩大，隨行的官員包括了5位副總理、8位部長，涵蓋了外交、財政、經濟等部門。難怪大陸媒體稱，半個俄羅斯內閣都到大陸了。還有俄羅斯石油公司總裁、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俄羅斯國家的航天集團總裁等隨行。The diplomatic flex. A lot of economic goals. We're going to see what happens when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rrives with a cadre of CEOs as well. Interesting mirroring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who he brought to the table. So a lot to watch for over the next 24 hours, Polo. 大陸在短短1周內接連接待美國總統川普和俄羅斯總統。外媒分析，大陸精心設計的外交，試圖在日益分裂的國際秩序中，塑造大陸是不可或缺的調解人和中立的超級大國。I would say the relationship is very strong. So one of the reasons why China is interested in hosting Putin now is for definitely reassure Putin that despite whatever you may have seen between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Trump, Russia will always remain and be China's neighbor and always be one of China's closest friends. 根據了解，普京此次的首要目標就是要進一步加強中俄之間的全面夥伴關係，並簽署共同宣言。尤其在經貿和能源的層面，中俄合作持續大躍進。更重要的是，在美國主導的體制之外，展現抗衡的國際新格局。那張博士怎麼看？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注意，就是這個基於這個普丁他之前的他曾經在社會主義國家這樣待過，了解真正就是整個中國大陸政壇的運作模式，所以他不但要跟習近平談，他也要跟國務院總理來談。那兩邊呢所簽的協議有一個我覺得大家應該要特別注意。這裡面之中40個可能要簽的協議之中，大概有接近3%是第2階段，也就是說，這個是續取
也就是說沒有說是今天簽40個，明天又簽40個新的，也就是它是關係啊，是如同堆積木一樣，循序接進的，是這樣往上堆。所以呢，相互之間的了解能夠要到這個默契，那帶了這麼多人去，不可能說是只是為了就是跟跑龍套一樣，後面站起來好像氣勢很強。大家有個人要分頭要進行，所以他有很多事不是光只有場面，而是實質的接觸。对，就像那个川普到大陸以後，好幾個像什麼黃仁勳還留在大陸啊，沒有跟着沒有川普回去，要各自去街頭。馬斯克因為他媽媽在那兒啊，他當然要去看媽媽啊。對，所以大家就特別提到這個普丁跟這個習近平哈，他們當然不斷的強調無上限的夥伴關係啊。可是呢，你也可以發現他們中間還是有一些利益跟一些不同的一個觀點。舉例來說，像這次普丁當然就非常強調這西伯利亞2，就是有關於這個天然氣管線的這個問題，他們當然希望這個習近平能夠全權的來做這樣的一個支持，特別是在俄烏戰爭之後，他們幾乎跟所有的歐洲都為敵，所以說呢，他們當然在目前，你看俄羅斯幾乎有1/4的這樣子的一個能源哦，都是跟中國大陸有非常密切的一個關係。可是對中國大陸來說的話，能夠跟歐洲來說，他們也是他的經濟命脈嘛，所以這是很不一樣嘛。俄羅斯很希望你就完全跟歐洲完全是跟他一樣站在一邊，完全跟他反抗。可對習近平來說的話，歐洲也都是很好的可以做生意的一個夥伴啊，所以你說他們兩個是不是有無上限的這個所謂的夥伴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你就會發現其實有非常大的不一樣。不過剛剛特別提到，包括川普他曾經在飛機上就跟高市打過電話，那17號呢，他也跟李在明打過電話，所以你看，然後呢，這個日跟韓又彼此之間又有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合作，然後呢，中國你看他就是老心仔仔坐在這個地方，好像每個人都來就看着我，歐洲我要跟你談合作，普丁不要，美國來，我希望你可以如何。然後最重要的是，我們大家其實比較關切一點，就是川普他特別提到的，台灣他比任何時候更了解台灣問題，因為我跟習近平在談話當中，我深刻了解台灣問題。談了一個晚上，那表示什麼？那談了老半天，原來川普對台灣的問題都來自於中國的觀點。那這個我們就要大大的要來非常的一個驚訝了。他的中國觀點，那把台灣當做一個什麼樣子？不過你可以從這一連串的會議當中，可以說是所有的這個世界各大國家，就是圍繞在這個中國跟美國兩個部分，然後兩個又開始不斷的往外去展延，希望能夠維護他們的盟友跟夥伴的一個關係。所以以這個情勢來去看，彼此之間誰過去，川普過去中國，普丁馬上就過來。然後呢，這個如果說是日韓跟中要再做一次配面的話，你放心，下一次馬上美國又過來。所以就是在這5個國家當中的角力當中，我覺得台灣目前來說的話，等一下還會討論。可是你會發現，因為川普一連串的發言，然後對於軍購的這個明確性還沒有，你有沒有發現目前所有的台灣還有我們的政府官員對於美國的一個關聯度上，包括520的演說上面，其實很多的話語其實是有一些跟過去是很不一樣的地方，所以這就是彼此之間實力的一個消長，還有台灣在國際裡面所長的一個角色地位，我覺得都是我們持續要非常非常關切的。所以你看，這個國際領導人，這個普丁到大陸，這是第25次訪問。對，李在明跟這個高市上台沒多久，4次了。他們兩個已經4次這個會談了，所以表示國際之間溝通其實蠻重要的哈。那我就想，台灣跟大陸這麼密切的貿易金額那麼大，然後不溝通，這個很麻煩。我剛才在看一張相片哦，這我在照攝影機可不可以照的？1980年，卡特跟鄧小平見面，鄧小平是跟卡特鞠躬的。2026年這次啊，川普到大陸去握手的那一刻，這個川普是跟習近平鞠躬的，這就代表國力了哈。這個我要跟大家從經濟上來看美中兩個國家。美國是3億4千萬人，它的 GDP 啊30兆啊，預估今年的。老共啊14億人。大概預計啊，今年大概18兆到19兆。可是啊，我們以美國的生活標準定一個叫 PPP 實際購買力，美國就是30兆。你知道大陸那個18兆值多少嗎？43兆。我們在這個換句話說，大國崛起了。剛才看那張相片，就是川普9年前到大陸去。
老共奉老美為老大，他自居第二。現在是他認為他平起平坐了啊，所以這也是李在明為什麼在談日韓中，因為他知道撇開中國大陸在東北亞哈，沒有大陸一定有發言權嘛，對不對啊？這個高市早苗若他要避開中國的，這個對他我覺得不是件好事了哈。美國現在國力強，但是相對的，他有他往下降的地方。舉例，他早換了一個這個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那是川普是希望他要降息啊。結果呢，美國現在通膨，因為尤其是這個伊朗的戰爭，通膨壓不下來。美國現在面臨的是，我何時要升息？這不是打川普的臉耳光，這也就代表他的國力了哈。美國其實現在最怕的是什麼？石油交易不用美金來計價，這是如果說當石油交易不用美金計價的時候，我跟各位報告，美國絕對不會變成世界的老大，老大就換人了啊！這是老美所擔心的。換句話說，國際的國力的消長現在正在劇烈的變化哈，所以我們要認清很多的事實。當你認清很多的事實，台灣的定位啊，我們就很容易找出來了。川普昨天還特別去講了，說哈這沒辦法，如果讓伊朗有核武器哈，洛杉磯都會被毀掉，真嚇人啊！洛杉磯被炸掉，所以我們一定不能讓伊朗有核武器，我一定要阻止他。因此呢，就算他之前有講，就算是什麼民生啊、經濟啊有問題啊，也要幹，就引起很大的反彈了。所以今天這個他的旁邊人幫他去緩頰了，副總統幫他緩頰，說總統不是這個意思啦，總統不是這個意思啦，總統是說這個國家安全很重要，什麼國家安全就出來了啊，反正到這種時候就國家安全哈。那川普前2天講那句話，為什麼美股已經連跌這麼跌，害得台股今天本來還漲了，現在我看收盤跌154點，為什麼一直跌？尤其那個半導體股一直往下跌，因為川普說戰爭結束之前利息不可能降低，大家一聽他媽傻了。你當時罵那個聯準會主席鮑爾，甚至要把他關起來，說他那個蓋大樓中間貪污一大堆，還在派檢察官要查他。然後呢，派了一個你相信的人說要降息，怎麼叫息也沒降呢？息為什麼不降呢？說因為打仗，所以通貨膨脹，油價也上漲，什麼氣價也上漲，各種物價都上漲。所以在這種情況，我怎麼降利息啊？降利息不是這個助長了這個通貨膨脹嗎？所以川普自己都說，當川普這樣講的時候，聯準會主席那更不可能降了嘛。對，它本來就很難降嘛，沒有升就不錯了，還降什麼？那只要利息一升，股市就跌嘛，就是這樣子嘛。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知道美國股市至少在過去3天，就因為川普這句話，搞得美國股市就大跌。需要再回來。好，今天520。賴清德就職2週年，不，我們這個選舉最有怪，1月13號當選的，520才就職，中間差了4個多月啊。現任總統也很尷尬，當選的也還等那麼久，不管了，反正就2週年啊。那大家很注意啊，川習會後，那賴清德講什麼，對不對？有沒有什麼呼應啊，或怎樣啊？哈，他說維持台海現狀是台灣國家的戰略目標，哦，就是台海和平安定很重要，不能打仗嘛，打仗就完了啊。那另外呢，這個他說，如果他跟川普談話，因為川普有說我要跟台灣的那個什麼領導人談一談啊，重要的人物談啊，很多人就那是不是要跟習近平談呢？是不是要跟賴清德談呢？賴清德說，如果跟川普談話的話，他會強調台海和平，台灣是台海和平的穩定的守護者，我台海才和平，沒有我台海就戰亂了啊。因為習近平好像跟川普講嘛，什麼台海啊，什麼這個。什麼就是如果說台海有問題的話，就台獨是台海和平的一個這個跟水火不容，我記得這樣講哈。那國台辦說賴清德講什麼？你這樣講哦，什麼台海和平啊，掩蓋不了冥頑不化台獨本質，你就台獨哦。那國台辦說賴清德台獨的說法法家灣，一下這樣，一下那樣，一下中華民國台灣，一下中華民國，一下台灣共和國，一下台灣哦。這個一下說我是這個台獨工作者，一個說沒有台獨問題，所以國台辦說你是玩弄文字遊戲，自欺欺人啊！國台辦大概也混了的。經濟學人
說川普對台灣的思想的想法似乎被習近平影響，就剛剛講的，談了一夜，就跟他談了一夜台灣的問題，所以呢，他對台灣的承諾鬆動了啊。那另外呢，這個川普把這個對台軍售好像當成籌碼，川普自己說是最好的籌碼，對不對？那產經日本現在很緊張，就說呢，他把資產葬送了，讓習近平贏了所以日本也很緊張。那另外呢，這個因為雷根在當時呢92年給台灣的所謂6項保證嘛，那這個美中角力現在呢考驗台灣，因為川習會可能把6項保證都不算了。不，這也不是川普對很多都不算了嘛。加入這個國際組織 WHO 甚至聯合國都是想退出，他根本就不管你那一套啊。什麼雷根是誰啊？對不对？多久以前簽的什麼6個 assurance 那個6項保證，根本就川普眼裡根本沒這個東西了。我們看一下，其實台灣跟美國的溝通管道向來暢通，但如果有機會，我有責任說出台灣社會的心聲。台灣有感於威脅日益嚴重，所以我們增加國防預算。我們相信只有實力可以帶來和平，也就是說，國防力量的提升、對美的軍事採購，是維護台灣安全之外，也是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必要手段。我們希望這項軍購能夠持續進行。那嘉玲怎麼解讀？是這個520 2週年，然後當然身為總統元首，他當然要發表一些談論。不過我看他的焦點大概是三個了哈。第一個，他講說維護我們台灣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其實也是為了要區隔跟對岸不一樣的生活方式。那第二個呢，他講台灣的穩定和平，談到軍購哦，我想某個程度上面來講，也是在跟美國喊話哈，就是說我們已經盡力，台灣願意我們來軍購，我們來編列特別預算來跟美國採購，好，所以也希望說美國信守當初的承諾，發價書來了啊，就是賣給我們武器吧，好。但我想美國可能在不同的部門也好，或者不同的層級也好，多多少少對台灣會有點意見吶。為什麼？因為它本來是1.25兆140億美元嘛。畢竟也拖了那麼久，後來又打了一個折扣哦，所以對川普來講，或是說對美方來講，我相信一定心裡面有一點不高興了哈。所以相關的談話在於川習會之後有一點點變化。那第三個，我想這個賴總統他特別提示到說要照顧人民，照顧我們的經濟，我想這是對的啦，因為我們去年的經濟成長率還有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是可能會超過7%，好，那單季呢也是39年來最高哦，所以在這麼高的經濟成長率的狀況之下，確實還有一些人需要被照顧到，包括他提出的0到18歲的每個月5000塊的相關的津貼，還有賬戶，然後還提到說要編列1000億的特別預算哈，來扶助我們傳統的產業。我想這個方方面面都有顧到。不過再回到總體來講哈，身為總統，當然他在因應國際的局勢，或是我們國內的要求也好，他當然要四平八穩的講。所以我認為他今天的這個520的相關的談話，四平八穩沒有什麼大問題啊。是吧？我覺得這一次川普去北京啊，我覺得對於民進黨來說，我覺得衝擊最大有2個啦。第一個就是習近平講的 story， 川普買單的，他甚至包括以後一些兩岸的可能的路徑圖，他們也基本上聽進習近平的講法。我覺得這個對於台灣來說，對於民進黨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危機。再第二個，我覺得民進黨現在對於這些對於這個川普的表態，我到目前為止講法還是有點前後矛盾。一說什麼台獨黨綱，然後後面又說台獨前途結語文，所以台獨黨綱不適用，那就把台獨黨綱廢了嘛。如果不適用就廢，你又不是憲法，又不是動不了，這個相關黨代表提案就可以把它廢掉。第二個，我就要把於大爺召回來啊，因為他是駐美代表，你到底這2年在美國做什麼事呢？那這個之前很多人說你這個公款的有問題，然後對下屬有問題，那顯然你這2年美國的工作你做得不好。你不管是民進黨那些政策，對美那些政策，顯然美國政府、川普政府是不買單的。你過去講說美國政府跟台灣關係堅若磐石，但看起來川普這一次回去看一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變成一個籌碼。習近平170億，那140億，那他就聽習近平的。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我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危機哦。那我就要把那個於代表找回來，告訴他說，你要確切
表達總統的意思。我現在態度是什麼？去跟美國溝通。如果你真的做不到的話，就換一個駐美代表。顯然你工作不利嘛。再这第三個講到武器買賣的問題，我覺得從現在開始到9月，習近平去美國之前，我覺得這一段時間可以觀察。第一個，他最後第2批的要價書會不會發？然後呢，質量是不是一如我們所需求，還是質量會下降？第三個，我會不會告訴私底下跟北京打 pass， 就是我可能會賣這個那個？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國安危機。我覺得總統應該這個事情應該要開一個高層次的國安會議，因為這會影響台灣很多方面的生存，還有外交的路徑的選擇，甚至兩岸整個的大局的變動。你沒看到日本跟韓國？他們對於這個川普訪北京這事情，他們自己內部也開了很多次的會議來去做一些推算哦。所以我覺得我這件事情上面，賴總統講的不能只是講一些大內宣的講法，不能只是安慰自己的同溫層，而是要看看說，你習近平出現這個變化，川普出現這個變化之後，我們自己國安層次怎麼因應？來，世選。這個今天520賴總統的演說，他是先從台灣民主化30年作為開場，也就是希望站在這個道德的制高點。但是他忘記一件事情，這30年大家所努力的民主，也包含了監督制衡。賴清德的這2年執政，他是視監督者為無物，甚至把所有在野力量化為這個敵對。所以今天他講的很多的內容哦，不僅是不是事實，更是更多的造謠。第一個，我想要先講一下，他今天等於是變相加回你們的特別預算，還在提，還在提一次。等等，我們會談。我少了多少，我再加多少。但是不要忘了，115年的國防預算，這個9000多億，已經佔了我們總體的總預算的1/3，更是7800億的這次的特別預算，他這次又再加回来，這個就是回到我剛剛前面講的，他視立法院無物嘛。今天在野黨的立法委員為了幫人民看緊荷包，最後達成的協議就是7800億通過立法院。結果現在又要再追回，這個變相追回。第二個，他更是在他的總統演說裡面公開造謠。什麼叫做無人機預算全部被在野黨刪光？第一個，115年的新興計劃總共編了255億7000多萬，而且它是分散在所有部會裡面，什麼衛福部啦這種。其實說真的，一般老百姓可能很難想象衛福部為什麼要無人機，但是他就是這麼做，255億。第二個，從2022年來，民進黨的6大核心產業推動方案跟無人機載具的這個產業發展統籌計劃853.5億，更不要講每年經濟部在補助的這些溢來溢去的都是無人機補助，所以這麼多的民脂民膏花在无人機的投資上面，但是我們的總統卻可以在他的520就職演說上公然造謠，說在野黨把無人機全部刪光。所以現在賴總統真的兩岸是把不對話合理化，然後說在野黨建立的溝通管道是自斷陣腳。那我要問賴總統，他自己提到他當初提的4大支柱，不就是和平對話嗎？所以這個就是明顯的雙標。那我覺得站在現在各國大國的角力之上，這個狀況底下，民進黨是自亂陣腳。其實這個也是很大家值得去關注的。從川習會結束以後，並沒有聯合的記者會，沒有聯合的聲明，更沒有聯合的所謂的聯合公報。我覺得因為很多的事情並沒有談定，也因為如此，加上川普的發言，對於民進黨來講，他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回應這些狀況，所以你會看到賴清德早上解讀這個重新解釋台獨，下午說沒有台獨，然後再到今天的就職演說，說真的，就我聽起來完全沒有內容。最後，我覺得蔣萬安市長今天講的就是真的是打中一般老百姓的心聲，少點認知作戰，多一點民生的關注。休息一下再回來。